玩了這麼多年街霸，我終於釋懷了。你們知道嗎？拳腳取消構成所謂的連段這個東西，它影響了整個格鬥遊戲，甚至誇張點說，整個動作遊戲的系統，其實都可以追溯到1991年的春天，一個影響整個遊戲行業的街頭霸王2世界戰士出現在了大眾的視野裡。街霸2的知名度已經不用我多做強調了吧？但今天我們要硬核拆解的是街霸系列裡一個无心插柳柳成蔭的小 bug 取消。同時，這個小 bug 不只是改變了今後动作遊戲設計的底層邏輯，還延伸出了時至今日我們玩街霸6都會時不时用上的神秘操作——刷剑上面。OK， 进入正题，你給我3连，我教你裝逼。起因是我去年參加成都 CPT 白金賽的小插曲哈，有一家新進外設品牌開展了一個設備試玩啊，他們家的半圓按鍵的設計看起來還不錯，這意味着想要完成刷劍這個操作會對比其他設備呢更有優勢。加上這幾天我對前作知識與實踐的補充，終於搞懂了在不同陣作中刷劍背後的邏輯與作用。首先要從萬物起源街霸2開始說起，最開始卡普空對這款遊戲的設計理念其實沒有想過所謂的取消給純新人科普一下，取消的邏輯就是拳腳發生中有一段特定的帧数裡輸入必殺技，就會無視後續的恢復帧，無縫銜接必殺技。然而這個東西聽說當初是為了降低搓招難度而賦予了這個輸入緩衝，並且在開發測試的過程中，他們也發現了這個巧妙的 bug， 但是團隊認為這種方式實現難度很大，覺得無傷大雅，所以就直接無視掉了這個 bug， 直接發售了。有一天，一位叫做 Tomo Ohira 的玩家發現並研究了這個 bug， 整個格鬥遊戲的底層邏輯被改變了，因為有了這個所謂的輸入緩衝，玩家可以通過先輸入拳腳，再利用這個緩衝輸入必殺技，就可以實現如今我們每時每刻都能見到的取消必殺技。實際上我親身體驗也是如此，比如我用龍實現下重拳取消波動拳，對於現在我們有了這個概念後，想要實現起來非常簡單。但如果你稍微多花幾分鐘去嘗試不同的拳腳取消必殺技的話，你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情況，就是你好像很難取消出来。這似乎也印證了開發團隊覺得玩家做不到無傷大雅的事實。但是Capcom 不要小看我們玩家呀 Buggyard。雖然我實在找不到刷劍最初的起源在哪裡但就是那個網絡都不發達的時代裡，有這樣一批玩家完美的利用了這個 bug， 再通過一個巧妙的操作實現了連官方都意想不到的連段。比如這招2次下輕腳取消升龍，正常輸入你似乎無論什麼節奏的情況下都無法取消出来，但如果使用刷剑的話，只要實際操作足夠精準就能成功取消。這個看似非常簡單的連招，我自己卻花了2個晚上不斷嘗試才找到了方法，並且成功率也非常低。這裡我慢放一下我的手部操作，在這個連招中，我刷剑的作用是利用下一次輕腳的銜接速度快速刷出重拳，從而取消出升龍。這個聽起來有點抽象的話好鬼抬手順的取消邏輯就和这個是有一點點相似的，就是利用優先級，也就是這個緩衝輸入取消出招式，但又因為街霸2的指令要求非常嚴格，升龍必須623才能生效，你輸入626是不認人的，而且本身這個刷劍的時間必須卡得非常精準才能觸發，並且因為在街霸2裡屬於是一個 bug 的存在，所以對這種刷劍操作没有一個統一的木押判定，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連招刷劍的手感和木押時間都有比較大的不同。我自己確實水平有限，只能做到輕腳刷升龍了，像其他角色的很多連招看似只有簡單幾下，實則背後的操作精度和手法要求都非常之逆天。也就是今天我也終於釋懷了，原來老街霸的難度真的不是我們這些萌新能想象得到的呀。看到這裡，如果有街霸2的老玩家也歡迎補充更多的知識內容，我目前只能展示下這個最基礎的刷劍邏輯了。讓我們把時間線往後拉，聽說從街霸2 Turbo 開始，這個取消與刷劍就正式成為了遊戲裡被認可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然而取消這個概念幾乎是貫徹了市面上你能見到的所有格鬥遊戲裡，可能除了 VF 和鐵拳這種 3D 格鬥吧。到了後來的正作街霸3，刷劍這個東西又被開發出了另一片奇妙的天地。這個時候它的邏輯比一開始為了觸發 bug 有了更多的功能性作用。這裡我先闡述一下原理，在街霸3中包含但不限於的4大作用。第一個最簡單易懂的作用，就是通過刷劍實現在短時間內快速刷出带有相同或相同屬性的拳腳來提高命中精度。舉個例子，比如達德利在蹲姿的情況下用6HK 確認大招，因為
為街霸3判定框比起現在更加複雜，在不同姿態和动作的情況下，对应的框体屬性也会更多一些。命中蹲姿在很大一部分的情況下，命中對手就能拿到更多的帧數優勢。那麼以致這一發 6HK 下去命中對手後，可以確認木鴨大招了。但如果你老老實實只輸入一個指令的話，會很容易錯過觸發大招的時機。哪怕你快速按一個鍵，也不太容易卡到對應的時機的，而且這樣會讓你的手指很累。但是你可以通過快速刷3個角的話，不僅快速出現了角的指令，並且間隙密度也很高，從而提升一定程度的命中率。值得補充的是，每座的站蹲姿的判定框都會有這種比較明顯不同的情況。這一項內容可以聯繫到限定連這一塊，包括街霸6也在特定情況中存在。除了這種刷法以外，第二種就是利用拳腳招式的優先級，利用帶有移動屬性的拳腳前摇取消必殺技。最簡單的例子就有移動頭、移动身这些。比如說春丽用5MK 刷普通頭，首先普通按頭是不會讓你產生位移，但我只要重複刷移動頭，你們就會發現我正在慢慢的接近對手。像肯的移動身也能結合後期畫面進行對比。還有一個最直觀的例子就是鷹在幻影陣期間，利用中拳刷重拳可以實現大幅瞬移往前出重拳的情景。這些背後的邏輯呢，都是利用拳腳招式的優先級實現的操作。但還有一種叫做試入，這個聽起來有點抽象，對吧？但如果它的英文叫做 Option Select 的話，或許你就能大概對這個單詞有一點概念了。也是老街霸玩家嘴裡的那些黑科技。它的邏輯就是在不同命中或者防禦的情況下，快速輸入一串指令，這串指令包含2種不同的處理情況，一旦成功釋放，就能實現一串指令多種應對的黑科技。結合我的闡述，再結合畫面給到的素材，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呢？這裡我就不多做展示了。我自己呢也不是33玩家，對於這周的刷剑內容也是找了我的好朋友取經才了解到的。主要是試入的操作難度非常高，手法要求需要非常精準，往往肉眼只是簡單一下拳腳取消必殺技，實則是台上3秒鐘，台下10年功啊！所以你們看，經過街霸小20年不到的發展中，取消奠定了遊戲的根基，刷剑也延伸出了各種實用的用法。後來的街霸4有对應的刷剑操作，其實基本上也是延續了前作都有的這些操作只是難度稍微下降了一點點而已。那麼在街霸4裡，同樣你也可以用到上述我們從街霸3就提到的所有刷劍操作只是有一定的區別。比如第一種刷劍，除了木鴨取消必殺技以外，因為街霸4的拳腳開始變得一板一式了，但預輸入給的時間依然非常嚴格，所以我們不但需要刷必殺技，就連拳腳的木鴨也要通過刷劍去提高命中精度。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龍可以實現2次下中拳1個下中腳的木鴨，盡管這個難度算不上高，但節奏差一點的話還是容易刷不上。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刷拳腳了。注意看我的手部操作，然後再看指令，只要構成這個三角形的指令呢，那就說明你的這個刷劍呢是準確的。這個時候會不會有好奇的小夥伴問，那刷中攻擊跟重攻擊都是用上一個級別的拳腳去刷劍，那我刷輕攻擊我刷啥子呢？問得好，先虛空表揚一波提出這樣問題的衣食父母。在街霸4中，我們要刷輕攻擊有2種情況。輕拳通常我們用 Select 鍵去刷，也就是說在你的輕拳的左邊設置一個 Select 鍵不知道算不算是個 bug 吧，但邏輯就是這樣。你會發現我們用 Select 刷劍只會快速出2個輕拳，不過因為是 Select 不算圖標所以這樣快速出2個輕拳呢，就說明是刷劍成功了的。最經典的案例就是4代叉子的輕拳臨陣木鴨，我們用 Select 刷輕拳會極大程度的提高我們木鴨的精準度，從而去實現一些看着朴實無華實際上作用也不是很大的高難度民工連。我想意義的話就可能是用你的肌肉記憶去換取一點你的確認時間吧。那刷輕腳呢，我們只需要在輕腳的左邊設置一個頭的快捷鍵就可以了也是能起到同樣作用的效果。比如布蘭卡的民工连，其實這個操作除了幫你提高精準度以外，也算是潛移默化的培養了你的木鴨的感覺吧。第二種拳腳取消级的刷剑用肯来舉例就非常不錯了。這個邏輯和前作沒有什麼區別，我們用肯的 6MK 去刷頭就能實現街霸4裡最遠的移動頭操作。移動升龍也是一樣，只是我自己的體感下來精準度的要求似乎是要比3代稍微寬鬆一點點第三種試入，街霸4呢有個超級簡單的例子，壓起身的時候我們用輕拳去刷下重腳就可以實現壓制對手和自動打对手后的黑科技。當然試入這一塊的操作內容特別多，僅做展示。這個時候大家可以結合現在得到的信息先預判一下街霸6中有哪些刷劍方式能和這些對得上號的。第4種刷百裂，在這個板塊我多提一下，百裂這個大節點從4代展開呢是最好的。前作刷百裂的觸發條件都有點不同，比如2代和少年系列我查閱資料和親身操作後也如資料所說無法刷劍。3代則是只需要按3個鍵就能觸發，但是感覺條件非常苛刻，反而利用分段蓄力能相对精準的釋放。4代開始呢就可以快速刷出5個鍵即可觸發了。除了這些前置條件以外，還要考慮到最後一個按鍵導致觸發不同的版本，加上在不同拳腳取消的情況下使用對應的百裂，所以手法就
開始變得多了起來。先看最簡單的，確定最後一個按鍵的版本。比如說，我想用輕擺列，這個時候我就要考慮到從哪一個鍵開始刷，通過手指上下左右的刷鍵方向去確保最後有一個抬手的按鍵就是我們想要的。那麼輕擺列我們就要從中拳或者輕拳出發，往右刷一圈，再往左回，直到手指按下最後的輕拳。中拳起手的話，手指就可以擴大動作刷回来。輕拳起手呢，就必須控制刷鍵範圍，要確認我們在刷到重拳的時候就要往回收。刷重板是最簡單的，食指、中指依次快速落地，然後再用食指右滑一圈即可出發。說個題外話啊，刷鍵這一塊啊，我最熟悉的就是擺列和木壓刷鍵了。我整個視頻其實就是因為想起了這個擺列才做了整期的視頻。如果你按鍵邊緣弧度不夠的話，你的手指就會很疼。半圓按鍵這一塊的優勢啊，就明顯的体現出來了哈。說回来，如果我們要拳腳取消不同版本的擺列該怎麼辦呢？這個時候的起點就要以對應拳腳出發，規劃一下刷鍵方向。比如12月最常用的下中腳刷輕擺列，我們從中腳出發，順时針依次經過中拳、重拳，並且手指劃過重拳，在輕拳方向回收就能快速完成。如果刷重擺列，我們就以中腳出發，從重拳刷到輕拳，然後回手向右依次刷完就能實現。而且這個時候你第一排的按鍵沒有設置額外的快捷鍵，或者和我一樣設置了一個 Select 鍵，即使你按到多出來的按鍵的話，也不會因為有拳腳而影響到你輸入錯誤的版本。我現在呢都是舉例了個別難度不高的例子而已，我想大家也能由此見得過去的難度是有多高了。為什麼擺列會被淘汰，大家也明白了吧？哎，那該把5呢？簡化了這麼多，還有刷鍵嗎？有的兄弟啊，不過同樣難度也降低了特別多。主要呢有2個非常不同的刷鍵方式。第一種不知道算不算刷鍵了，因為它的間隔時間對比前作真的多了好多。但同樣呢也是一種示入吧。比如龍或者好鬼，在跳入对手防禦的情況下，如果對手想用微反阻止你的進攻，你是好鬼的話，你就可以在用2 HP 的時候刷 VS1。如果是龍，就隨意按個拳腳刷 VS1。兩者都可以起到跳入後第一次攻擊能精準壓制对手的同時，对手用微反呢還能自動格挡。中間的這個細節呢，就是你不能用一個可以取消 VS 或者某個必殺技的拳腳去示入。龍不能用拳腳取消 VS1， 好鬼的下重拳呢不能取消 VS1 所以這個示入呢才成立。那第二種刷鍵方式呢則是用食指和中指快速往下滑同一個拳腳。這個的邏輯呢就是多一個指令，提高觸發概率而已。比如春麗的 5MP 2MK 的蓄力取消，因為街霸5開始预輸入就變得非常寬鬆，這種呢也算是一種刷鍵方式，就不太需要以前那種非常嚴格的木壓或者取消刷键了。当然這倆操作呢其實在街霸6裡也有對應用得上的場景，比如這種刷鍵方式同樣在6代春麗輕拳確認康之後的下中腳取消蓄力也十分有用。春麗在板中力回的情況下，你可以有意識的點拳並且立馬拉下蓄力，按下下中脚之後呢去刷 28K 就能提高取消的命中率。然後還有示入這一塊，我舉2個例子。第一個是压起身用輕拳刷攔防，就可以克制對手起身鬥反的情況，刷完攔防之後立馬按回輕拳，如果对手沒有鬥反，就是2次輕攻擊連攜，可以繼續確認對手的命中情況。如果你自己沒有鬥氣了，你還可以用手勾無法但可以形成連攜攻擊的輕攻擊去刷大招。如果對手沒有鬥反呢，就會觸發輕攻擊連攜，但如果對手鬥反呢，就會觸發大招反制對手。這些操作也算得上是後期進階街霸6的必學技巧了。所以盡管這個東西從過去的 bug 成為了通用的黑科技，再到後來遊戲被各種簡化，很多以前複雜的操作都逐漸淡出身影，但是刷鍵操作至今也沒有被淘汰，仍然存在於一些進攻防守的套路當中。但是街霸有別於過往刷鍵的區別是，因為這座的簡化帶火了 Hitbox 這個像鍵盤一樣的外設，然而這個外設就在搓招上面延伸出了許多跟我上面講到的這些傳統刷鍵不一樣的地方，那就是用更簡單的刷鍵方式實現搖桿難以操作的快速搓招。到這裡我首先要打破一些人對 Hitbox 的看法，就是說這玩意兒和鍵盤沒有區別。我自己的結論，無論你是用鍵盤還是 Hitbox 都沒有任何關係，設備的差異對你的影響可能比你想象中的還要小，但 Hitbox 確實是有它一些難以替代的特點的，比如大拇指跳，很多人說不習慣，但是你可以利用它實現非常好用的3幀升龍，並且 Hitbox 按鍵哪怕放在最開始的階段也都是3合按鍵，能保證最起碼的刷鍵需求，並且 Hitbox 的按鍵是專門對格鬥遊戲做了優化，最起碼能保證的是它的行程比起很多鍵盤來說會更快。注意我說的是行程，不是觸發。同時 Hitbox 的鍵帽是一定比鍵盤鍵帽更圓潤，甚至是我手上這個半圓鍵帽的設
設計，它就是專門對刷鍵進行了優化。哪怕你用其他的一些鍵帽，也有很多比較圓潤的設計去降低按鍵對手掌的摩擦度，方便你使用一些特殊技巧。我想說的是啊，現在街霸6用任何設備玩都没有任何問題。雷薩人家都是用的 Maxbox， 就是鍵盤那一套，你用键盤也不会影響到你的任何操作。我只是客觀列出来了它的特点，至于对你来说算不算優勢啊，其實已經不重要了。建立在以上的概念上，就可以更好的闡述 Hitbox 對街霸6刷鍵有哪些影響了。Hitbox 在街霸6中的刷鍵呢，可以說是站在了傳統刷键的对立面上啊，大白话呢就是從右手刷鍵呢变成了左手刷键。我分別用3個案例做展示。魯克用刷键使出 SA1 和 SA2 都需要具備什麼手法呢？在 SA1 的情況下，我们左手中指依次按下和前，然後用食指往左刷到下的指令，右手同時按下前和拳呢，就能實现 EP 位置的 SA1 了。SA2 的情況呢，就是中指和无名指依次按下和後，然後手掌往左移動，用食指依次刷到下和後，再按拳就能快速實現。我們看一遍正常速度，這2種刷鍵方式呢，也算得上是比較能代表 Hitbox 在街霸6中刷鍵的典型案例了。第3個，我們用老桑舉例，原地720呢，我確實盡力了，做不到，但是前720呢，也是有刷鍵的門道的。也就是當我們輸入前的過程中，先帶入一個上的指令，然後左手食指快速向左滑開，再回收到右的時候呢，右手跳和拳同時按下呢，就可以非常快速的觸發。當你熟練了這個操作之後呢，會更簡單一些啊，沒有像原地720那樣有着非常嚴格的時間和精度的要求。不知道大家視頻都看到這兒了啊，會不會有一點感慨？我們一路從最古早的街霸2開始拆解到現在的街霸6，甚至延伸到了外設。從最開始設計師無意留下的 bug 奠定了動作遊戲的底層邏輯。當然，這個其實很早就有人做過這種視頻的講解了。但我真正想要為大家揭開的是，這延伸出來的刷鍵同樣也影響着格鬥遊戲的發展。我認為，哪怕是現在很多街霸6玩得很厲害的玩家，也不一定知道這些隱藏在畫面背後的故事。我作為一個街霸腦殘粉，這款遊戲啊，不僅是我日常消遣的玩具，同樣也陪我走過了很多個陰霾啊！我想了解它更多一點，同時我也想讓更多人了解到你如今熱愛的這款遊戲，它背後那些鮮少有人向你提起的有趣故事。刷鍵對於格鬥遊戲來說可能永遠不會消失，但同樣這個隱性需求，我認為也可以在未來慢慢被更多人看到。很高興 HJK 能在這一次外設迭代上貢獻了一次精妙有趣的進步，也祝大家能夠保持探索，這個遊戲還有很多的故事等待着你們去探索發現。如果本期視頻內容有錯誤或者遺漏的話，同樣也歡迎各位大佬補充指正。畢竟我自己是4代才開始的玩家，前作的內容我是通過自己查閱資料、諮詢朋友，再加上我自己的親身體驗得到的結論。那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這是有史以來文案最多的一次，加上我本來就是個懶狗，做了很久才做出來。如果覺得視頻對你有所收穫，千萬不要忘了訂閱關注我的頻道，再點個免費的讚就更好了。後面還有更多有趣的高潮內容，大夥兒千萬不要錯過了喲。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我不是禿頭，你還願叫我一聲藝術家嗎？我是禿頭，一位草根藝術愛好者，我們下期再見 ，Adios。就讓我逃離宿命的牢籠，不需要隨波漫走，也許